是在他银行里面的钱，所以我一个人我还不起。眼前这个哭得撕心裂肺的女人是王女士，身为2个孩子的母亲，平时家里的日子都过得紧紧巴巴，可没想到这次居然被骗了10几万，这让她觉得天都快塌了。那么在王女士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在安抚后，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王女士慢慢的开了口。今年31岁的她是个在家相夫教子的全职妈妈，每月就靠丈夫3000多元的工资勉强维持生计，更别提还要还2000多块的房贷，日子经常是过得捉襟见肘。但日子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呀。双11的时候，王女士趁着优惠给孩子买了一件19块钱的连体衣，刚收到货没多久，就有一位自称是客服人员的人给她打电话，声称衣服质量有问题，要返厂理赔。天真的王女士对对方的话没有丝毫怀疑，随即加了客服人员的微信。那时的王女士还不知道，一场精心的骗局正向她展开。他的事我根本家里就承担不了这个事情。他爸爸知道这个事不？爸爸知道，爸爸每天就问我，你被骗的时候脑子里面在想什么？我就想着我都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一场寻常的网购，却换来了以泪洗面的生活。被骗的10几万到底是怎么丢失的呢？王女士告诉我们，那时她正在耐心等着对方退款给她，客服却突然打来电话，说是财务不小心给王女士多打了1万块钱，希望王女士能够把多的钱退回来。骗子的嘴脸已经初步展露，王女士却还单纯的以为对方真的出了错，而因为没有开通银行卡的通知短信，当看到对方发来的汇款记录时，王女士轻易的相信了客服说的话，一步一步的越陷越深。因为我想到我银行卡里面没那么多钱，他说你输4个9了，你觉得卡里面有那么多钱？4个9，对，9999，对，是的。然后我输了第一次。上面有，就因为王女士笃信自己的储蓄卡里只有4000多元的生活费，所以即使9999元顺利的给对方打了过去，她也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笔钱是怎么来的，只是觉得事情真如对方说的那样，是在退钱时出错了。可这个时候，客服人员又说根本就没有收到汇款，还附上了截图。一次得手后，骗子越发的不耐烦，不停的催促王女士赶紧打钱。这个时候，连小编都不知道该不该说王女士有些头脑简单了。在客服的催促声中，他又一次扫了对方提供的付款码，再次转去了9999元。这时的他根本没能想得起来，除了储蓄卡，他的支付宝还绑定了他的信用卡呀。就这样，在骗子的一步步引导下，王女士先后转了4次9999元给对方。你当时在想什么呢？我当时因为他没有把电话挂断，很高的那种态度，就是说你赶紧把钱还给我，那种性子很像很强势的那种，脑子里面就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全部就是他的微信银行里面还有微信里面的微粒贷，把我全部开动了。这是多少钱的骗呢？14万多。一孕傻3年，二胎宝妈为了19块的网购退款，竟被骗了14万多，终日以泪洗面。说起这件事儿，王女士恨不得掰开自己的脑袋，看看当时的自己究竟在想些什么。就为了19块的衣服钱，还是500块的理赔金？其实不难看出，当时王女士是有很多机会可以悬崖勒马的。微信上多次提示对方为新注册账号，与其发生资金往来可能存在风险，请注意核实身份。可这样明显的提示始终没能让王女士意识到自己已经上当受骗。按照骗子的套路，分支付宝和微信2维码以及银行汇款等形式多次把钱转给对方。如今每个月的巨额债务已然成为压垮这个小家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于是我们陪同王女士来到派出所报案。民警告诉我们，双11期间假冒客服的网络电信诈骗屡有发生，而在他们的调查中发现，那个所谓的客服人员早在拿到钱的当晚就进行了转移。同时我们也将王女士的情况反映给了网购平台。平台方面表示，所有退换货的售后服务都是在平台上进行的，绝对不会存在加顾客私人微信的情况。平台承诺会有专门人员来处理这件事情。至于王女士的网贷问题，网贷客服表示可以先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，至于酌情减免本金和利息的问题，他们会向上级领导反映后再做决定。最后，小编还是要提醒各位，比整治更重要的是防范，尤其是在网络发达的今天，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网络电信诈骗的受害者。所以一旦涉及到身份信息及钱财时，一定要谨慎再谨慎。